如来佛祖其实并不是佛门真正的老大，和他平起平坐的就有2位，一位叫做燃灯古佛，另一位则是弥勒佛。他们分别是代表着过去、未来和现在的3位佛祖，并称为3世佛，寓意佛门在无尽的时空中兴盛不衰。燃灯古佛是过去庄严劫中所出世的千佛之一，因出生时身边一切光明如灯，故名燃灯佛，又称定光如来。燃灯佛是3世佛之一的过去佛，与现在佛释迦牟尼、未来佛弥勒并称。燃灯古佛在过去时为释迦牟尼佛受系，预言他未来将成佛。金刚经云：善男子，汝于来世当得作佛，号释迦牟尼。可以说，在如来佛祖没有成佛之前，燃灯古佛才是佛门真正的老大。传说当释迦牟尼还是善慧童子时，见一位王族女子拿着许多青莲花，他就花了500钱来买5枝花奉献给燃灯佛。又传说在过去无量劫中，有一天善慧童子在路上行走，正巧遇到燃灯佛也在路上走着。善慧童子发现地面有一滩污水，心想佛是赤足行走，这污水一定会弄脏了佛的双脚，于是便轻声扑在地上，还用自己的头发扑在污水上面，等着燃灯佛从他头发上走过去。当时燃灯佛看到善慧童子这种不发眼泥的情景，就受记说：善男子，汝于来世当得作佛，号释迦牟尼。如来佛祖号称法力无边，神通浩瀚，但对于这位燃灯古佛向来是尊敬异常。而在另一种传说中，燃灯佛原本是燃灯道人，是红军老祖紫霄宫中的3000客之一，元始天尊的大弟子，禅教副教主，修为乃是大罗金仙一级的存在，在封神大战中大放异彩，是西岐一方的支柱性人物。姜子牙在他面前也要以晚辈自居，曾率领12金仙打破10绝阵，只在截教大师兄赵公明手下吃过亏。但这并不代表燃灯法力比不上对面，大能之间的争斗，法宝也是一个重要的胜负因素。赵公明有一先天灵宝24颗定海珠，每一颗都堪比一个小世界，催动起来妙用无穷，就连12金仙加在一起都不是他的对手。姜子牙更是当场被打死，好不容易才救活。只不过法宝之间也有克制关系。燃灯运气极好，逃跑的时候遇见2个散仙，他们有一奇门法宝落宝金钱，专门克制天下法宝，于是定海珠被缴获到了燃灯手里。仅只看了一眼，这位修炼无数纪元的大能便兴奋地大喊：吾道成矣！后来凭借这件强大的先天灵宝，燃灯演化出了24诸天，封神之后转投西方教，成为圣人之下的最强佛祖。在遥不可及的过去，燃灯古佛的光辉照耀9天10地，将佛法传播到3界的每一个角落，世人无不称赞一句阿弥陀佛。当然，在封神的世界之中，准提接引2位的功劳才是最大的。洪荒神话之中，盘古开天辟地，红军老祖紫霄宫讲道，定下了3界的规矩。之前来听讲道的3000神魔当中，6位最强大的存在得到鸿蒙紫气，拥有了成为至高无上混元圣人的机会。这6人分别是赫赫有名的道教3清，有大功德的女娲娘娘和最为神秘的西方2圣。女娲娘娘凭借创造人族大功德直接成圣，而3清看见人族的惶惶大事，便立下大宏愿，分别创立人教、禅教、截教，守护人族正道成圣。西方2人组就有些苦逼了，最好的地盘都被别人占完了，他们只能盘踞在贫瘠的西鹤牛州。这地方连妖魔丛生的北俱泸州都不如，简直是生灵的荒漠。可2位圣人很是聪明，以此为根基，立下振兴西方的大宏愿，得到大功德加持，正道成圣。2人中的师兄名为接引道人，端坐于12品金莲之上，拥有不可思议的大力量。师弟叫做准提道人，手中有一7宝妙术，无物不刷，什么宝贝在他面前都撑不住1个回合。准提虽然贵为圣人，但为了大兴西北，可谓是放下了所有的面子，连蒙带骗从禅教拐走了3000弟子，上不了封神榜的大小神仙妖怪，他通通打包带回西方。封神之战按理说是圣人不能直接下场，毕竟他们和非圣人的差距实在太大，而准提就不一样了。倒霉的孔宣本来凭借5色神光天下无敌，谁来谁都得跪，在准提面前1秒化作原形，不情不愿成了孔雀大明王。而燃灯带着几个师弟文殊普贤和慈航道人就这么成为西方教的支柱。当然这是在封神里的说法，只不过要是按照正统经文里来看的话，燃灯古佛就更强了，没有把2位圣人压在头上。如来佛祖未成道时，他便是当之无愧的佛门第一。而除了这位过去燃灯佛之外，在那久远的未来还有一位未来弥勒佛。弥勒佛是世尊释迦牟尼佛的继任者，未来将在婆娑世界降生修道，成为婆娑世界的下一尊佛，常被称为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被唯识学派奉为鼻祖，深受大乘佛教大师玄奘等人的推崇。
在一些汉传佛教的寺院里，常见到袒胸露腹、笑容可掬的弥勒佛像，此在佛教作为表法教育，表示量大福大，提醒世人学习包容，大度能容，容天下难容之事，开口便笑，笑世间可笑之人。弥勒佛代表着积极向上的一面，只要放手去做，未来大有可期。三位佛祖之中，现在如来佛乃是第一，毕竟他是当前时间的主宰。弥勒这尊未来佛可就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，毕竟仙佛的时间观念可不太一样，动辄就是无数纪元大劫。封神之中赫赫有名的落押道人出场之时曾作诗曰：先有红军后有天，落押道人还在前，今年才活18岁，一个混沌为1年。可见对于这些大能来说，时间的概念很是虚无，1000年时光不过眨眼之间，10000年才是一个纪元的更迭。弥勒佛要想上位，那得等到天荒地老。如来佛祖乃是传说中的佛界之主，法力高深莫测，掌握着无边佛法和众佛与菩萨，修为乃丈六金身，贵为群佛之首，统领众多佛门弟子，以广大高等的无量佛法传教万佛。曾降服过大闹天宫的孙悟空，也曾帮助唐僧师徒4人收服妖法高强的六耳猕猴和金翅大鹏雕等妖魔鬼怪，最终将取经成功的唐僧师徒全体封为座下佛家弟子。燃灯古佛作为他的前辈，自然要尊敬。可弥勒佛这个要继承他位子的家伙，如来虽然表面看不出喜怒，但内心绝对不是很高兴。佛祖再怎么心胸宽广，也不会乐意有人坐上他的位子。当三世佛齐聚，更多意义上代表着规则的绚丽。佛门不仅掌控现世，更是掌握过去、未来、古今轮回。三世佛除了弥勒、燃灯、如来的说法之外，还有一个横向的版本。过去、未来，这是纵向。横三世佛指的是中央释迦牟尼佛、东方药师佛、西方阿弥陀佛。东方药师佛主管东方净琉璃世界，他有2位胁侍，日光普照菩萨和月光普照菩萨，号称东方三圣。一般祈祷于药师佛，主要目的在于祈求现世安乐。药师佛可以保佑世人消灾延寿去病，许多老者病人都会礼拜药师佛，以求健康长寿。中央释迦牟尼佛主管中央婆娑世界，他有2位胁侍，大智文殊菩萨和大行普贤菩萨，号称华严三圣。他是这个世界的教化者，是佛教教主，他的法身是藏传佛教重建的大日如来。西方阿弥陀佛主管西方极乐世界，他有2位胁侍，大勇大势至菩萨和大悲观世音菩萨，号称西方三圣。一般祈祷于阿弥陀佛，主要的目的在于祈求死后的解脱。汉传佛教认为，阿弥陀佛主要是以其愿力引渡众生到极乐世界，脱离苦难的轮回，故意号接引佛。也因为此佛有无量寿命与光明，亦称无量寿佛。三世佛横贯东西，纵贯古今，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，东方还是西方，都在佛门净土的掌控之下，可以说是相当强悍。玉皇大帝乃是修炼了108000劫，每一劫129000年的存在，但面对如来佛祖也是恭恭敬敬，可想而知佛祖的强悍。再加上2位稍逊一筹的过去未来佛，佛教不愧是3界数1数2的势力。3位佛祖之中，你最喜欢哪一位呢？神话故事千千万，咱们下期继续。